嗨，大家好，我是苏珊。苏珊现在人在马来西亚雪兰莪的巴生。俗话说得好，来到巴生没有吃过巴布德，就等于没有来过巴生。巴生人一般上在这样美丽的这个礼拜天，都会来喝个茶，吃个巴布德，聊个天，吹个水这样子。在我身后这一间呢，是一家只有当地人才知道的隐藏小店，所以我们现在就 go go。看到吗？这就是巴生人对肉骨茶的热爱。现在是早上的9点钟，已经坐满人了。然后身为专业的这个肉骨茶老饕，自备茶这个是必须的，就是这个最经典的普洱茶。因为我们吃的肉骨茶会很腻，所以要喝一点茶来解。这就是肉骨茶名字其中一个来源。它的茶就是肉骨跟茶是一个 package 来的。那泡茶也是有一个技巧的，首先打开一个壶，然后打开这个茶，然后把茶倒下去。垃圾不要乱丢，等它喝一下。像第一轮的这个茶叶我们是没有喝的，我们是来洗这个杯子。来，这洗这个。第一轮泡的茶呢，我们是没有喝的，为什么呢？因为它会有那个一些灰尘，看到它第一轮的那个味道会比较涩，所以我们就让它用来清洗这餐具，让这餐具还有这茶杯充满茶香。然后这茶杯哦，如果你摸到烫摸这个耳根子，小时候我的外公教的，还蛮有用的。像他们这种烹煮热水的方式是最传统的一种方式，底下是煤气，然后它上面就是火炉。在更以前呢，他们是用这个煤炭的方式去煮这个热水，现在已经很多人换成那种热水器，然后打开没有感觉。对，教大家一些人知识，就是当你这个茶想要人帮你加热水的时候，你就这样放，这样放就代表什么？里面的水已经是干了的，它需要添热水。我们现在是满的。
吃肉骨茶必备的就是辣椒，还有蒜米，无辣不欢。我现在要了一个味的汤，这一个是比较肥的，他给我的是这个猪脚，然后这个干的，它是近年来在法生才有的我要换肥瘦，然后炒了一个油菜，这就是一个标准的肉骨茶的套装。在这里还有准备了这个炸葱头油，有些地方没有，所以我们就撒一点来放。开通。来一次肉骨茶，第一件事要做什么？就是试它的汤头。它汤头是属于比较没有那么特别的咸，因为有在把生我们的口味都偏比较重一点的，然后它这一边呢，它是比较偏咸香的，所以可以看到它的汤头没有特别的黑，就比较比黑再淡一点点，然后它的香味特别的足。刚刚那个大骨没有了，所以他给我猪脚，所以我们就看一下这个汤里面有什么料。里面还有给我一些生菜，我们要泡去汤里面。然后这个猪脚特别肥，吃汤的要吃肥一点，这样子它的汤才会香。然后里面有豆腐吸收了满满的汤汁，然后还有腐竹，除了腐竹还有一定会有的一个菇。有些地方它会放金针菇，但这里还用的就是普通的这种蘑菇。好，还有冬菇，这就比较少见了，很少肉骨茶里面会放这一个冬菇。然后我们看干的呢，它跟这个汤的有什么不一样？它就是没有汤咯。然后它是用这个干烧的方式。所以它里面会有一般上必备的，就是有这个我们叫鱿鱼丝，鱿鱼丝吃起来它就比较咸，然后当然猪肉是主角，然后有辣椒干的这个肉骨茶一定是有辣，然后还有配菜就是这个羊角豆，是它肉骨茶就比这个汤的还要再咸一点。我们来第一口，这干呢一般上它不能单单吃，它一定要搭配这个饭吃，因为它都会弄比较重口味一点。完美，它的这个半肥瘦的这个猪肉，有些猪肉它会有一些猪肉的那个骚味处理不好，它这个处理的好，然后没有那个猪肉的骚味，它咬下去的那个熟度也是刚刚好的，它的肉质比较嫩，然后它的那个皮也不会太软烂，还是有 Q 弹的这个口感。找一个肥的，这一口下去，我们来一点蒜米跟辣椒放在上面。然后一口，好吃。它猪肉咬起来不会很腻，然后搭配一口汤头，这就是肉骨茶的味道。然后我们来吃它的这个油菜，虽然这油菜不是主角啊，但是每一次吃肉骨茶呢，就一定会有它的身影出现，就是因为都是肉嘛。所以要吃一点这个青菜，我们平衡一下那个营养，这是古人的智慧。也是要放辣椒的。它这油菜的调味就比较咸一点，重了一点口味，所以一定要搭配饭。
再跟大家说一个茶的小知识。当我们喝完茶了过后，看到吗？如果要人家帮你添水，要怎么办？这是广东的一个手势，没有错的话，还是这样，点2下桌子。就是当这个人他在倒茶的时候，倒茶也是有讲究的，你需要2只手。对，好啊，看到吗？当倒的时候，要满的时候，我们会点2下桌子，就有一种谢谢的意思。不管怎样，你倒茶都不可以单手倒，这是不礼貌的行为，我们要双手。倒完了啊，茶叶没水，大家就知道没有水了。加一个饭，吃肉骨茶一定会加饭。店家很聪明，我们有讲加汤，它就自动来了。吃肉骨茶，我们最喜欢的就是店家愿意加汤。关于肉骨茶，其实有很多的争议。我们现在吃的是比较属于福建派的，它的这个汤头会比较偏咸香，然后会黑一点啊，因为拔升福建人比较多嘛。然后在 KL 甲东一带，他们广东人比较多，所以他们的这个肉骨茶会偏药材味比较重一点，然后它的汤头会偏白一点，他们叫白肉骨茶。而在新加坡，由于是潮州人比较多嘛，所以他们的味道会是怎样的？其实胡椒味会比较重，所以就有3个流派，他们就有争议谁才是最正宗的，就比较好玩这样子啦，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我们叫 beef。然后这个肉骨茶的这个来源也是有争议，新加坡他们就说，诶，是他们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那个在码头搬运的这个工人，有的人说，哎，这个码头是在拔升的这个港口；有些人说，哎，是新加坡当时这个下南洋，新加坡也是靠海嘛，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贸易的这个地方，也是建了一个码头，所以不清楚是新加坡那个码头还是拔升这个码头，所以呀，干的肉骨茶它的灵魂在什么？它鱿鱼丝。非常的下饭，你看清理干干净净，连辣椒干都没有。瘦。这是苏珊第一次吃肉骨茶，这个汤喝不完了。这个店家一个味哦，一开始以为这个汤很少，结果它的汤非常的深，看到吗？到这个位置，只加过1次汤。完全喝不完，但是非常的赞。大家知道肉骨茶的来源是怎样来的？肉骨茶呢，它其实以前是属于这个比较贫穷的人的食物。那时候在码头工作的那工人啊，靠海嘛，靠海会怎样？靠海他们就会比较容易风湿，所以他们就想出来一个方法，就是把很多那种药材就掺在一起煮，煮了过后他们就喝，但是叫药汤又不好听，所以他们就把这个药汤叫做茶汤。在煮这茶汤的过程中，有一次有一个人他不小心加了肉进去，我们就发现哎好吃，所以肉骨茶就这么来了。喝茶，之前苏珊有跟一个倒茶的师傅有学习，倒茶其实最重要是要怎样把这个茶倒得好，最重要就是倒茶人的这个心意，我们把我们的心意透过这个茶传递到这个茶杯。
这个茶才会好喝。就之前那个师傅有给苏珊喝过，不同的人倒出来的同一泡茶，它的味道是不一样的。所以那个差别是在哪里？在于你自己就是想要透过自己的心传递给这个茶的这个能量啊，这茶的味道就会不一样。可以试试看。苏珊这样子是有一点不对了啦，一边解说一边喝，是要全心全意的去倒。在我们这个酒足饭饱之后，不对，茶足饭饱之后，接下来要做什么？当然是吹水啦，这是吃肉骨茶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其实关于这个肉骨茶的来源，还有另一个说法，就是说当年那工人工作很辛苦嘛，就有一个叫做李文帝的人，他就在他原本是卖这个肉骨的，他是炖这个肉骨的。但是后来他发现那些工人有风湿哦，他就想，倒不如我加一些药材下去，可以帮他们强身健体，所以他们就是有肉吃嘛，就有力气工作，然后有这个药材就可以帮他们去一些风湿，再搭配一些青菜，这个营养就均衡。而他们这些工人工作很辛苦的时候，就喝茶。就是以前他们叫功夫茶，所以这个李文帝就把这些东西结合起来。炖肉骨不好听，他就取了他名字最后一个字，叫做帝。帝在这个福建话叫做德，所以就变成八骨德。然后他自己的这个品牌就叫做德地肉骨茶。不是啦，不是。当然，苏珊本身最喜欢的还是一个，我的阿嬷跟我说的一个版本。就在某一天的早上，苏珊在跟阿嬷一起看电视，电视上就突然出现了肉骨茶这道美食。阿嬷就也很突然的就跟苏珊说了一个故事，她就说：“苏珊啊，你知道吗？肉骨茶其实是你阿嬷的阿公发明的。”三就觉得兴趣来了啊！这个将出名的这个把生的肉骨茶，竟然是跟苏珊有关的。这样是讲是苏珊阿嬷的阿公发明的嘞？阿嬷就说：“那阿公以前是大将军，就行军打仗嘛。当时的那个士兵就在荒山野岭没有东西吃，怎么办？就打野味咯。当时就有山猪啊，然后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野味啊、野兔什么的。我们就打了这个肉，要怎样烹调？手边没有这个厨具嘛，我们就想到当时他们戴的是那个钢盔啊，他们就把自己的这个头盔就拿下来，当成一个锅，就好像个瓦煲这样，就把打来的那种野味丢进去，而是单单煮这个野味没有什么味道。然后他们随身也是有带这个药材，因为他们觉得，就是以前的华人觉得吃药材是补自己身体的一种，然后补了这个身体才有这个力气去打仗，所以他们就把随身的这些药材丢弃这个钢的这个头盔里面就一起煮。煮了这个肉骨就有这个跟这个茶叶茶叶吧跟这个药材一起煮，士兵们吃了就有力气继续打仗。据说啦，阿嬷说这个方法就是当时阿嬷的阿公那个大将军教大家的一个方法。这就是苏珊本人比较喜欢的这个肉骨茶的来源。像为什么叫肉骨茶呢？就是打来的这个是肉骨嘛，然后以前的人又不喜欢把这个药材叫做药，所以他们就改了一个名字叫茶，叫肉骨茶。肉骨茶这个名字也是很特别，一般上我们会说咖喱鸡嘛，咖喱在前，鸡在后，鸡是主体，可是肉骨茶比较特别，它是肉骨茶。
啊，我吹不下去。现在已经是11点钟了，从刚才9点到现在，这人潮没有间断过，都是很明显看得出是巴生本地人才来的。这间店开到2点，喝完茶我们就走。干杯！全部是11块半，是11块半。好，刚刚发生了一件事，就是这个食客不小心打翻东西，然后店家就马上来关心。那么第一件事竟然是关心，哎，你有烫到吗？而不是哇打破我的东西。这个店家 nice 推荐，我们这样吃才41块8，还一个位的话是15块钱。我们分别叫一个位，然后还有一个菜，然后我们叫了3个饭，自己带着。然后班上现在在其他的肉骨茶店，一个位的这个干的肉骨茶跟烫的肉骨茶至少是18块起跳。这家推荐胜利肉骨茶。在肉骨茶的隔壁有一个印度戏院，看到吗？它的这个广告牌做的那么的可爱，然后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有一些印度人，他们可能是在隔壁吃了肉骨茶，就可以马上来隔壁的戏院看戏，真的是哇！礼拜天绝佳的这个行程，吃了肉骨茶看戏，吃个爆米花，完美的礼拜天。教大家一个探索美食的这方式。一般上你看到这个有一棵很大的树，我们叫大树下，它底下卖的这个美食哦，一般都不会差到哪里去的。现在已经是11点半了，这个胜利肉骨茶，它的这个人潮还是络绎不绝，可以看到很多的华人还有印度同胞都一起在这个店里面享用。然后是不会看到有马来人，因为马来人他们是本身是穆斯林，是不可以吃猪肉的。肉骨茶它主要的食材就是猪肉，所以他们如果要吃肉骨茶，现在已经有马来人发明，就是他们叫哈辣，就是清真版的这个肉骨茶，他们使用的食材是鸡肉啊，可能还有一些牛啊、羊啊这样子，所以呀 ，Victory。这家印度戏院是在苏珊中学时代，可能更小吧，小学的时候就有了的。只不过它现在已经这个装修了，然后变得非常的漂亮。以前印象中它是一个类似后面隔壁这样子比较破旧的一个戏院这样子。然后记得苏珊在中学的时候，就有一些同学比较坏蛋。他们就不喜欢念书，他们就逃学。逃学在当时的选择就有几种，可能有些人就喜欢打电脑游戏，他们就逃学到这个 CC， 就是 Cyber Cafe 网吧嘛，他们就会打线上游戏。在当年就有一些线上游戏是很著名的，像是摸香那个吞食天地，还有 Maple Story， 哇，想一想都回忆涌现。
除了网吧这个比较热门的选项之外，一般上逃学的同学，他们还会来到这个比较特殊的选择——印度电影院。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印度电影院呢？是因为印度电影它比较长嘛，3个小时，而且电影院最重要有什么？有冷气，有冷气就比较好睡觉。那些同学他们可能昨晚不知道干什么来，他们就不够睡眠，他们就来这个印度电影院补眠，付一个电影院的钱，然后在电影院睡觉，是有一点不尊敬啦。但他们就跟我说好爽，可以睡3个小时，有冷气，而且好像当年才7块还是8块，当年1天的零用钱应该是4块5块钱，所以只要有2天的零用钱，就可以享用3至4个小时的冷气，划算。鸡饭也是马来西亚比较道地的一个美食。以前啊，苏珊做那个拍摄的时候，剧组就有打包这个饭。一般上剧组的人如果很懒惰时，他们就会餐餐打包鸡饭，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好，西瓜。有搬东西吗？没有啊。你帮我弄酸梅啊。来3块。3块。谢谢。肉骨茶很上火，所以我们就买了一点西瓜来解暑一下。然后这西瓜放了一些酸梅粉，也是比较经典的一个搭配。下火，安慰自己。到处都是肉骨茶，拔升随处可见。刚刚在前面才有一家那个尤师傅肉骨茶，这里这一间就是比较出名的这个西安仔巴骨茶，看排队的这个人潮。那西安仔呢，我们一般上就是用广东话讲它西安仔。西安仔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戴眼镜的意思。所以他的老板一定是一个西安仔。然后我们一般上也不会讲四眼仔肉骨茶，很奇怪，我们一定会说广东话跟福建话搭配西安仔巴骨茶。看到吗？这个西安仔巴骨茶，它也是在大树下，所以找美食找大树底下的美食准没错。完美的星期天开局，拜拜。